这支狙击小队埋伏在高楼之上，准备猎杀一位有政治背景的军火商。此时，一名身穿红色皮衣的女孩出现在了现场。看她和军火商的亲密举动，显然两人的关系不一般，但这并不会对他们的任务产生影响。观察手肯恩立刻给出狙击参数，沃克也聚精会神锁定对方。然而，就在打算开枪之时，回头的女孩却突然注意到了楼上的反光。一击不中，沃克立马做出调整，而此时的军火商却依旧守在女孩身边。沃克抓住机会再次射击，顺利将目标击毙。两人迅速收拾装备，打算撤离，结果刚到楼梯就发现有人追了上来，于是只能无奈地朝着楼顶冲去。可到达楼顶时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退路，两人因此大吵了起来，都觉得是对方的错。但此时的追兵已经跟了上来，两人只能随便钻进了一扇门。幸运的是这里有电梯，但刚刚转弯却看到了一对母子。沃克立马上前让对方去角落，而肯恩也看到了赶来的追兵。安慰了母女几句之后，两人顺着楼梯朝着楼下逃去。这时，数辆接到报警的警车已经赶到了这里，而他们刚刚来到地下室出口，就被一群便衣警察挡住了去路。两人立刻做出束手就擒的动作，但下一秒，好在顺利放倒了所有人。就在他们逃跑的时候，我也在加快剪辑输出新的作品。为了提高效率，我换了一台新电脑，想问问大家买了新的、旧的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手表啥的，都会叫个转转上门回收，他们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我那台苹果电脑都卖了4400多，当场拿钱的滋味太爽了。要我说，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。脱离危险之后，两人坐上了接应的飞机，但沃克却心事重重，他想不明白红衣女孩为什么会给军火商挡枪。肯恩表示对方可能只是不小心划了一下，但沃克看得很清楚，女孩的举动就是为了保护他。Now, if he was such a terrible person, why would she do that? 可肯恩却很确信，他如果是正直的公民，就不会成为目标。而女孩之所以帮其挡枪，可能只是对方付了足够多的钱而已。这些话听得沃克哑口无言，但他依旧觉得事有蹊跷，内心也生出了愧疚感。而殊不知，正是他的仁慈，险些因此送掉了性命。不久之后，沃克回到了位于深山中的小屋。每次心情不好，他都会来这里劈柴生火，隐居深山，与世无争。搭档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但沃克并没有要接的意思，他不想破坏这难得的宁静。傍晚时分，坐在长椅上喝酒，顺便保养自己的老伙计。但这时上司却打来了电话，这下沃克就不得不接起来。从两人的聊天中得知，他们需要沃克去执行新的任务。镜头一转，一架私人飞机降落在了郊区的机场，沃克从上面走了下来。对于沃克不接电话不回邮件的行为，肯恩非常的恼火，所以两人不出意外的吵了起来。车上，沃克告诉肯恩，自己已经给上级打了招呼，做完这个任务他就离开。This is it. It's time. 肯恩听后对沃克的决定有些不敢置信，但也没说什么。随后两人被安排进了一座5星级酒店。看到房间的那一刻，沃克有些震惊，这是自己做杀手以来住过最好的房子，甚至多次出声和经理确认。虽然有些疑惑，可在看到上司留下的便签之后，沃克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。见经理打开窗帘，沃克立马出声阻止，可能是出于职业的警惕性，工作人员无奈也只能遥控拉上窗帘。但就在工作人员离开不久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，两个人赶忙过去查看，发现门口是2个女孩。原来上司为了感谢沃克多年的付出，所以找了2个技师，准备让他在离开前好好享受一番。看到2个女孩，沃克和搭档的情绪瞬间好了起来，然后便轻松愉快地开始享受女孩们的按摩服务。可沃克依旧有些不好意思，所以表现得相当缺乏经验。但就在这时，经理和服务生推着吃的走了进来，说是上司指定送给他们的。将水果放到一边之后，直接来到阳台边打开了门。沃克对他的举动很是恼火，自己并不想看什么风景，只希望他能关上那该死的窗帘和门。但刚准备上前阻止的他，就在对面楼上发现了异常。I'm good. 沃克明白现在必须得拉上窗帘，不然所有人都得死。可就在他拿起遥控准备操作时，一旁的服务生却对他发动了攻击。沃克虽然有些懵，但杀手的本能还是让他展开了反击。可这名服务生并不罢休，站起身来再次朝着沃克展开了进攻，招式犀利果断，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，显然是从无数的战斗中磨练出来的。可沃克征战数十回合却丝毫不落下风，但就在地面缠斗之时，却被对面大楼的狙击手射穿了脑壳。经理见状也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，而沃克也只能被动应对。两人在大厅中相互输出，对面大楼的狙击手也没闲着，时不时朝着他们来上一发。
倒下的经理刚好压到了遥控，瞬间整个窗帘开得更大了。两个女孩也被吓坏了，她们哪见过这样的场景，现在的情况相当危急。由于在入住酒店时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一出，所以他们的武器和通讯设备全都不在身边。没有武器的他们就如同待宰的羔羊，所以现在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。于是肯恩就打算冒个险，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拿回武器和手机。1, 2, 3. 好在只是擦着屁股飞了过去，并无大碍。此时这个名叫莉莉的女孩都快要崩溃了，沃克不停出声让对方冷静。另一个名叫莫娜的女孩也一直在安慰莉莉，似乎起了些作用，女孩的情绪好了一些。这时莫娜突然告诉两人，自己有通讯设备，就在沙发对面的不远处。虽然想拿到得冒风险，但起码这是个机会。而沃克也叮嘱莫娜，等到肯恩开始行动时，让他抓住机会来自己身边。Yeah. Ready? 3, 2, 1, go! Come on! Move! 随后肯恩拆下了皮带，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终于将手提包扯了过来，并且从里面掏出了手机。拿到手机的肯恩立刻将电话打给了上司，还将他和沃克当前的情况告诉了对方。上司听后让他们先躲起来，自己会马上派人去干掉那名狙击手。挂掉电话的沃克依旧有些懵，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被攻击了。莫娜也是满面愁容，她还有个8岁的女儿要养，可不想就这样奇奇怪怪送了命。沃克刚想说些什么，却意外注意到了不远处的镜子，于是莫娜用脚将镜子踢了过去。对于一名狙击手来说，这枚镜子可以帮他确认敌人的位置。可就在沃克观察之时，刚刚被沃克干翻的酒店经理此时竟然醒了过来。肯恩见状扔出台灯吸引注意力，接着一个野牛冲撞直接将经理怼进了卧室中，两人二话不说扭打在一起。虽然刚刚受了伤，但这人的战斗力确实强悍，两人打的是有来有回。完事的肯恩迅速躲了起来，沃克非常感激他的救命之恩。肯恩刚说这是兄弟该做的，可紧接着子弹射穿了他的腹部，肯恩就这样缓缓倒在了地上。看到这一幕的沃克怒火中烧，不停地咆哮着，但旁边的莫娜却告诉他肯恩还有呼吸。听到这话的沃克瞬间松了一口气，似乎又有了希望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现在的处境依旧堪忧。如果肯恩得不到及时救治，还是会因失血过多而亡。危机时刻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是上司打来的。沃克赶紧将肯恩中枪的消息告诉了对方，表示他们现在需要一名医生。但上司让他先不要着急，因为自己已经派人去对面的大楼干掉狙击手，让他给个视野。果真，沃克就看到了枪火闪烁。同时，上司让他保持通讯畅通，自己会派人尽快去酒店接他们。本以为麻烦就这样解除了，于是沃克将头探出了窗外，可结果下一秒，对方还活着。显然上司说了谎。这一刻，沃克也终于明白，这一切都是上司设下的圈套。见沃克识破，上司也不装了，因为沃克选择了退休。管理层认为沃克很可能被竞争对手高薪挖了去。由于沃克是他们最优秀的狙击手，为防止今后给公司带来麻烦和威胁，于是便打算在沃克离开前将他干掉，以除后患。而大楼对面的那2名狙击手，就是要来代替肯恩和沃克的位置。听到这话的沃克简直要气炸了，自己勤勤恳恳为公司卖命，最终却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冷静下来的他刚想拨打求救电话，却被上司告知大楼内所有相关的通讯频道已经被他们完全控制，直接掐死了任何可能。I do that, you let the women live. Of course. You give me a word, I die. You're free to go. Absolutely. 虽然上司给出了承诺，但沃克还是不信。他觉得上司干这行太久了，根本不明白真诚到底是什么。上司没有反驳，而是用一颗颗子弹来回应他。莉莉被吓坏了，刚想逃走，就被狙击手一枪击中。看到这一幕的莫娜就想上去帮忙，却被沃克阻止。他很清楚这是上司的策略，只要莫娜露头，就会剩下和莉莉一样的下场。同时又一颗子弹击中了莉莉的后背。沃克也看不下去了，于是告诉莫娜，接下来自己会跑向一边引开枪手。莫娜必须趁着这个机会将莉莉拽到安全的地方去。准备就绪后，沃克冲了出去，借助翻滚拿到了遥控器，子弹打中了旁边的家具，而莫娜也将莉莉拖了过去。但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沃克也立马用遥控器关闭窗帘，却发现电动系统被打坏了，根本关不上。上帝似乎不打算站到他们这边。莉莉的死对莫娜刺激很大，本该是一次简单的出单，不想却让莉莉付出了生命。现在他们活下去的唯一机会，似乎只剩下了沃克装在箱子里的那把枪。正想着如何拿过来之时，外面的电梯突然传来了动静。They're coming! Take cover! 同时，一群全副武装的杀手从电梯内走了出来。沃克则趁此机会，快速将自己的狙击步枪组装了起来。杀手在房间转了一圈，也并没有发现两人的踪迹。组装好武器的沃克立马瞄准了对面的大楼。
瞬间，整个吧台成了一片废墟。一名杀手上前查看情况，却被沃克扔出的燃烧瓶点燃了身体。随后又是一顿密集的火力输出，但沃克并不打算坐以待毙，开始不停的开枪和这群人周旋，很快就将周围的杀手干得差不多了。但不幸的是，莫娜被对方发现并控制。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沃克只能放下手中的枪，但紧接着，危机算是短暂解除，莫娜感谢沃克的救命之恩，但沃克却说自己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原来沃克很早之前就入伍成了一名军人，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，所以说保护平民几乎成了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反应。后来沃克退役了，但微薄的收入根本满足不了基本的生活，所以不得已他加入了这个有政府背景的私人武装，专门处理一些政府不好出面的人和事。听完沃克的话，莫娜似乎有些理解了他。随后莫娜拿出了女儿的照片，后面还记录了地址。她觉得莉莉死了，自己肯定也会死在这里，所以她接下来会使出全力帮助沃克，只希望沃克如果可以平安离开，能帮自己将8岁的女儿养大。 You don't need to talk like this. You just need to trust me. I'm not a trained soldier. You are. I promise. For God. I will protect her with everything that I have. 两人的话音刚落，又有几名杀手冲出了电梯，沃克只能拼命和对方周旋，最终和电梯里的那名打手混战在一起。这人身强体壮，身手还不凡，沃克很快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但他并没有停止还击，在和打手周旋的同时，还不忘打开电梯。 这时，有一名杀手站起了身，准备还击，却突然被子弹击中。原来是莫娜开的枪。此时的他已经被吓坏了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，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身体。沃克将莫娜放在了地上，然后立刻子弹上膛，准备还击。而此时的狙击手也锁定了他。 顺利干掉了狙击手，但莫娜也已经没了生还的可能。临死前，他还在不断叮嘱沃克一定要照顾好女儿，这就是母爱的伟大。同时，角落的肯恩竟然咳嗽了2声，沃克立马上前将他扶了起来。子弹击中了他的中枢神经，他的下半身已经没了知觉。沃克将他拖进了卧室中，肯恩告诉他这些床单可以帮助他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沃克以为他在开玩笑，这时窗外突然出现了一架武装无人机，对着他们所在的房间就是一顿火力输出。 沃克立马举起了步枪，瞄准了无人机，但还没来得及开枪，一发火箭弹就朝着他射了过来。起身的沃克则继续举起手中的武器。 在干掉无人机后，沃克回到了肯恩所在的房间，却发现此时的肯恩已经失血过多，失去了生命，身旁则是他为沃克准备的逃命装备。看到这一幕，沃克很感动。此时，更多的杀手已经朝着他们赶来，沃克知道已经没得选了，于是抱起床单从100米高楼上一跃而下。 Oh shit! You're fucking legend! 下面是一辆满载的垃圾车，沃克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镜头一转，位于机场的候机厅，此时的上司正在打电话。不远处，一个小女孩正在卖力地玩着游戏，同时抬头看了女人一眼。趁着女人打电话的功夫，女孩走过去，将一块维修牌放在了卫生间门口。此时的上司根本没意识到危险，挂掉电话后转身走进了卫生间，根本没在意旁边的维修牌。紧接着，男士卫生间的门被推开，一名清洁工拖着工具走进了女卫生间。下一秒， 完事的清洁工走了出来，拉起旁边的女孩朝着远处走去，而这人正是沃克。小女孩显然是莫娜的女儿。接下来，这对父女将会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幸福的新生活。此剧结。